跨海航行，用心讲述每一个故事。不可能的生命与不可能的未来，原著斯坦尼斯拉夫·莱姆，选自科幻小说集《完美的真空》。这篇小说是莱姆为库斯卡教授的2部作品所写的书评。莱姆认为，书中阐述的观点无疑与正统科学格格不入，因为库斯卡教授在著作中提出了2个论点：要么博物学的基础概率论从根基上就错误，要么以人为首的生物界根本不存在。在不可能的未来中，教授认为，未来学若要成为现实，那么该学科就无法利用概率演算，而要基于相反极公理的理论，涉及事件时空连续统计的总体分布。库斯卡认为，经验概率论有部分缺陷，科学界认为概率论只有在事物尚未发生时才有效。如果某些单独事件发生的概率在事件集合中，那么单独概率可以忽略不计。库斯卡教授认为，科学在向我们兜售一条思路，因为其关于集合的说辞纯属虚构。接着，库斯卡教授着手于一个广泛的思想实验，试验事关他本人的履历，其推理逻辑之严密让人震惊。一战期间，青年军医遇到了一名护士，之后爱上了她，并娶她为妻。于是库斯卡教授出事了。由此可以看出，库斯卡出事的概率是由护士出现的概率所决定。但事实上，军医当天代替战友值班，才有了之后与护士的相遇相爱。似乎教授的处事要复杂得多。统计学家认为，人类面临的局面是大量巧合组成的，但真相是人们无法积累起包容一切的知识，因为收集信息非常困难，而不是世上缺乏这种信息。库斯卡教授决定揭开统计科学的这一谎言。计算库斯卡诞生的机会要考虑许多巧合，当年护士被派到这医院的巧合，军医替班的巧合，还有战争爆发的巧合。要是战争没有爆发，姑娘就不会成为护士，青年就不会成为军医，这些都在库斯卡教授诞生概率上占据一席之地，并且战时欧洲的总体形势也不容忽视。当年军医在乌克兰已经定下一门亲事，由于战争爆发，军医无法去与未婚妻聚首，反倒是护士的形象在军医心目中的地位上升了。战后他回到故乡，没有去寻找未婚妻，而是直奔护士小姐的住所。不过这位护士有4名追求者，但都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能与他结婚。至于军医最终能娶到护士姑娘，还源于他热爱自由、锲而不舍的性格。而培养他家族形成这种品德的祖师是他的太奶奶，也就是库斯卡教授100多年前的祖先。当时军医的太奶奶不想嫁给外国人，但是他有一位叔叔曾在拿破仑手下打过仗，他身经百战，具有前瞻眼光，他鼓励侄女儿嫁给到国外。于是军医的太奶奶嫁到国外，就增加了库斯卡教授诞生的机会。时间继续往前推演，在没有智人之前，第一个古猿人在一片桉树丛中追上了一个4足灵长类动物。古猿人和灵长类母体进行了染色体混合，并经过3万代的遗传，最终在护士姑娘的脸上产生了美丽的笑容。她的微笑令年轻的军医神往。如果这些桉树不生长在这里，那只雌猿就不会在此受孕。当然，库斯卡教授将不可能出生。由此可见，教授生存机会的范围内包含着一个概率次类，那就是大约35万年前，那些桉树之所以在该地区生长，是因为大群的猛犸象吃饱了桉树枝叶，并喝了硫化过的水，结果导致消化不良。它们的排泄物将桉树种子带到了这里。要是河水没有硫化，猛犸象就不会拉肚子，桉树丛就不会在该地区生长，那只雌猿也不会在此受孕，就不会出现美丽的护士并迷倒年轻军医。如此亿亿万万的类似事件，只要发生微小的变化，库斯卡将不会出生。请注意，河水硫化发生在公元前250万年，当时侏罗纪灰岩层喷出了含硫气体，是因为该地区发生了地震。地震是由于来自狮子座流星雨导致的。
由此可见，流星雨的到来也成了一个关键。而这些数以万亿计的微小事件所叠加的概率，从哪一点来看，都影响了库斯卡的出生。库斯卡教授提醒人们注意，对于他的出生，无论是正向时间推演还是反向推演，都无法得出他会出生。比如一个科学家在地球诞生之前就计算地球诞生的概率，他将无法准确预见地球核心是什么形状，也无法精确计算其质量和化学成分。然而他根据自己的天体物理学知识预言，太阳将拥有行星族，围绕它公转的行星中，从太阳系中心往外数有第3号行星。尽管它跟预言宣布的看上去不同，但这颗行星也可以当作地球。相反，公元前50万年时，有人预言的库斯卡教授，不管最终生为爬行动物还是黄皮肤女人，显然已经不再是库斯卡了。不过，也许仍然是人，因为像恒星、行星这样的物体根本不是独一无二的，而含有基因系列的有机体才是独一无二的。这就仿佛每个人的降生都是中了头彩，就像在博彩中巨量落败的彩票跟一张中奖彩票相比，落败的彩票是无处可找的。在生存的博彩中，落败就是不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就不能说是存在。结合概率论以及从库斯卡的推理，可以导出它根本不可能存在。所以他认为，统计学关于个体诞生预言的一切说法均是谬论。可以说，不管一个人是多么不可能存在，总可以在时间轴上找到一点，在此估计任何人的出生机会。尽管这会产生极大的不可能的概率，但并不证明我们不存在于世上。从物理学观点看，等待概率如此小的事件，相当于等待绝对不会发生的事件。库斯卡认为，当物理学宣称其概率论的普遍效力时，要么他错了，要么人并不存在。生命是不可能的，需要证明。作品《不可能的生命》就以这句话结束，实际上为另一部不可能的未来做好了铺垫。作者第2本书中宣布，建立在概然论上面的未来预测是徒劳的。他打算证明，历史所容纳的事实无一不是概率论上极不可能发生的。例如，不久会发现一种金属，那种东西能够毁灭全球的生命，你认为可能吗？例如，卡尔奔驰先生在马车上面装了发动机，会很快大量复制，你认为这可能吗？由于焰火和反冲原理，人们会在月球上散步，同时地球1万人在家中看到，你认为这可能吗？一种机器无所不能，几分钟内完成的计算，世上所有会计师一生都无法完成，这可能吗？在欧洲建立世界上最大的活人焚化炉，受害者达几百万人，这可能吗？很显然，1900年时连疯子都不会相信，可是他们都真实地发生了。那么人类为何还要固执地认为，在未来可信、可能、有希望的东西才能实现呢？不管怎么样预测未来都是可以的，只要不把预言建立在计算最大机会上即可。库斯卡教授的大作无疑值得赏识。不过佛奇里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库斯卡的整个反概率论推理路线隐藏着对于存在的玄学式惊奇，可以表达为这些话：我库斯卡为了出生要满足什么条件？即使假定这种问题有意义，也跟物理学毫不搭界。佛奇里教授认为，自己的理论可以重新描述每个人都是特定基因形成的肉体实现。这时你就会发现，你的诞生要区别于地球历史上出现的所有物种的基因型，以确保你自己的唯一性。那么要做到这一点，究竟要满足什么条件呢？库斯卡将以这句话回答：要满足的条件从物理学看是极其不可能的。而佛奇里认为，物理学在未来就能回答这样的问题，未免太荒唐。该问题在物理学上毫无意义，因为物理学本身不是人。因此，物理学从事任何事物的探究时，不管是天体还是人体，都不区分你和我，不区分此物和彼物。物理学并不揭示个人，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同遗传分子式的人。物理学并不斥诸概然论来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在物理学看来，在提问者和所有其他人之间没有物理学上的差别。于是库斯卡的证明既不攻击也不颠覆概率论，因为它与其毫无关系可言。本评论者捧读了两位如此著名的思想家的观点，竟如此的针锋相对，感到大惑不解，无法解决这一两难问题呀。佛奇里教授读了库斯卡教授的大作，得到的唯一确定东西就是彻底了解了大量事件，以及认识了家史如此有趣的学者。至于争吵的焦点，还是交给有资格的专家去研究吧。